大家好，我係市場先生。我哋頻道有新嘅系列名稱，叫做市場立言，港美股市對談，主要係由我市場先生講港股，徐立言先生講美股。恒生指數今年升幅超過26%，成為全球表現領先嘅市場之一。港股表現好，自然帶起企業嚟香港上市嘅熱情。根據統計數據，今年以嚟，港股 IPO 市場有48家公司上市，募集資金規模已經達到570億港元，超過去年全年嘅463億港元。美的集團上市之後，股價比招股價升咗55%。今集就同大家一齊研究一家即將上市嘅公司華潤飲料。開始呢集影片之前，請大家訂閱我嘅頻道、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能夠按超級多謝支持我嘅頻道，咁就更加好啦。首先，華潤飲料所處嘅行業係即飲軟飲市場。即飲軟飲係指即飲型嘅非酒精飲料產品，當中最主要嘅係包裝飲用水，佔比35.2%，其他仲包括茶飲料、碳酸飲料、果汁類飲料、咖啡飲料等等。中國即飲軟飲市場相對集中，按零售額計算，前5大嘅企業喺2023年嘅總市場份額為42.6%，而且預期會持續上升。前4大公司依次序係娃哈哈、康師傅、農夫山泉、可口可樂。前4大公司之間嘅市場佔有率差距係比較細嘅，咁係意味市場競爭比較激烈。華潤飲料喺中國即飲軟飲市場排名第5，市場份額為4.7%。按零售額計，2023年中國包裝飲用水市場規模係2150億元，前5大企業嘅總市場份額由2021年嘅56.2% 增加至2023年嘅58.6%，行業集中度持續提升，利好行業嘅頭部公司。華潤怡寶喺包裝飲用水市場嘅市場份額有18.4%，僅次於農夫山泉，排名第2位。包裝飲用水市場又細分為飲用純淨水佔比56.1%，以及天然礦泉水佔比8.5%，其他飲用水佔比35.3%。華潤怡寶喺飲用純淨水呢個細分市場嘅市場份額高達32.7%，排名第1，而且係遙遙領先其他對手。第2位嘅娃哈哈，第3位嘅金麥郎，第4位嘅麥田，第5位嘅康師傅，全部加起嚟嘅市場份額亦都只有21.3%。華潤飲料嘅產品主要分為2大類，第1類產品係包裝飲用水，第2類產品係即飲軟飲，即係指除包裝飲用水以外嘅即飲軟飲。包裝飲用水又細分為3種，第1種係小規格瓶裝水產品，第2種係中大規格瓶裝水產品，第3種係桶裝水產品。而即飲軟飲主要有2種，第1種係茶飲料產品，包括草本植物飲，品牌係治本清潤；無糖茶飲品，品牌係佐味茶事；奶茶飲品，品牌係5號奶茶。第2種係果汁類產品，包括風味水、低濃度果汁，品牌係假日系列同埋源自世界的廚房。華潤飲料嘅收入結構，小規格瓶裝水產品收入佔比57.1%，中大規格瓶裝水產品收入佔比31.4%，桶裝水產品收入佔比3.6%，包裝飲用水產品收入合計佔比92.1%，飲料產品收入佔比7.9%。華潤飲料嘅收入分析，我哋先睇從2021年到2023年呢3年度嘅表現。飲用水產品收入從2021年嘅108.2億元增長到2023年嘅124.5億元，平均年增速7.3%，主要係由中大規格瓶裝水產品增長推動嘅。至於飲料產品收入
由2021年嘅5.22億元增長到2023年嘅10.7億元，平均年增速43.2%，推動整體收入平均年增速達到9.2%。至於今年頭4個月嘅表現，飲用水產品收入增長2.7%，亦都係由中大規格瓶裝水產品增長推動嘅。飲料產品收入增長36%，繼續係增長最快嘅產品，推動今年頭4個月整體收入增長5.3%。結論就係整體收入嘅增長主要靠飲料產品，至於飲用水產品收入嘅增長主要靠中大規模瓶裝水產品。毛利率方面，公司包裝飲用水產品嘅毛利率企穩喺40% 以上。今年頭4個月，包裝飲用水產品嘅毛利率達到49%，高於2023年同期嘅44.3%。主要係由3個原因推動嘅。第一，受惠原材料包括 PET 及紙箱嘅價格下跌。第二，公司嘅議價能力提升。合作生產夥伴嘅服務費得到有效控制。第三係公司自有工廠生產嘅產品比例增加。至於公司飲料產品嘅毛利率持續改善，並且企穩喺30% 以上。華潤飲料股東淨利潤從2021年嘅8.58億元增長到2023年嘅13.29億元，平均每年增長24.8%。期間收入平均增速只有9.2%，而毛利平均增速只有10.3%。大家可以睇到，股東淨利潤嘅平均增速係顯著高於收入同埋毛利嘅增速。主要原因係經銷及銷售費用佔收入比率從35.8% 下降到33.2%，推動股東淨利潤率從7.6% 提升到9.8%。華潤飲料同主要競爭對手農夫山泉做個比較，華潤飲料嘅毛利率只有4成幾，而農夫山泉嘅毛利率有6成。華潤飲料喺毛利率方面明顯係不如農夫山泉。華潤飲料包裝飲用水有68% 嘅產量依靠合作生產夥伴生產，而農夫山泉則以自己生產為主，採用代工模式生產嘅優勢在於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地區嘅代工產能，可以快速跑馬圈地搶佔市場份額。但係唔好嘅地方係會犧牲毛利率，因為外協生產服務費相較於自己生產嘅製造費係比較高，會壓縮毛利空間。呢個亦都係導致華潤飲料嘅毛利率低於農夫山泉嘅原因之一。華潤飲料同農夫山泉另一個差異係銷售渠道。華潤飲料銷售渠道有88.5% 係經銷，11.5% 係自營。相比之下，農夫山泉超過90%係經銷，自營比例只有6% 左右。華潤飲料2023年同1068名經銷商合作，相比之下，農夫山泉同超過4400名經銷商合作，但亦都意味華潤飲料嘅經銷商數量仍然有比較大嘅提升空間。最後講一下估值，公司2024年頭4個月嘅股東淨利潤增長咗25.2%。如果我哋假設全年股東淨利潤可以增長15%，咁將會達到15.3億元人民幣。如果我哋按農夫山泉相若嘅估值 PE 大概27倍計算，華潤飲料嘅市值可以達到413億元人民幣，相當於453億港元。今日 IPO 系列嘅分享就講完啦，將時間交俾徐立賢先生。大家好啊，咁今日咧就先講一下咧美股關於過去10月嘅一啲歷史統計數據啦。咁從1945年以嚟啦，10月咧係美股全年波動性最高嘅月份啦，波動率咧係高出其他月份嘅34%，都係單日漲跌幅超過1% 最多嘅月份。VIX 嘅季節性效應咧，亦都喺10月份咧達到全年嘅高峰。所以咧從熒幕中所年底前嘅標普500指數嘅 Empire Wall 咧，預期咧美國總統大選美股嘅震盪幅度咧會達到一個高峰。除咗美國總統選舉嘅不確定性外啦，伊朗上週咧以彈道飛彈咧攻擊以色列，亦都曾經令到VIX係一度飆升。中東烽火再次燃起啦，哈馬斯襲擊以色列1週年，似乎就並非一個和平嘅反思，而係新一輪暴力衝突嘅開端。以色列報復性嘅打擊咧，就好似暴風驟雨咁樣襲向呢個加沙同埋黎巴嫩。真主黨嘅介入令到戰火蔓延，
而伊朗嘅導彈咧更加係火上加油，將整個地區咧推向全面戰爭嘅邊緣。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嘅死亡咧，似乎就並未如以色列所願咧平息戰火，反而就激起咗更加強烈嘅反彈。伊朗嘅介入咧，更加係加劇咗地區嘅緊張局勢。咁呢場嘅衝突升級，揭示咗咧中東地區嘅權力平衡嘅脆弱性。中東戰雲密布，軍工概念自然受到市場嘅關注。作為全球領先嘅航太公司 GE Aerospace 從通用電氣分拆出嚟之後咧，專注於商用航空同國防引擎嘅雙重業務模式。咁去年啦 ，GE Aerospace 實現咗320億美元嘅營收，其中75% 係嚟自商用航空。更加值得稱道嘅係，售後服務咧佔整體收入比咧達到70%。咁呢個意味住咧公司咧並唔依賴新引擎嘅銷售，亦能夠通過維護同埋營運保持持續嘅現金流。由於引擎咧通常可以使用10數年啦，咁令到公司同客戶建立咗一個長期同埋難以打破嘅合作關係。再加上公司擁有超過4萬台商用引擎嘅安裝，以及維護呢啲引擎嘅專業知識，咁就構成咗一個難以逾越嘅護城河。而且該公司咧最近亦都斥資咗10億美元，擴大咗維護、修理及營運 MRO 嘅能力，預示咗正在為航空需求嘅長期增長咧做好準備。GE Aerospace 嘅市場滲透率咧，亦都堪稱業界嘅典範。GE 90引擎係波音777唯一嘅引擎選擇，平均使用壽命達到12年。130萬飛行小時後嘅離地可靠性高達 99.98%。CFM 56引擎嚟自法國 Safran 嘅合資企業，更加係商業航空歷史上最暢銷嘅引擎，亦都成為咗波音737NG 同埋空中巴士 A320CO 嘅首選。GEnx 同埋 LEAP LEAP 系列嘅引擎同樣表現出色，覆蓋咗從波音747到中國商飛 C919 嘅多款機型。同時，公司喺軍工領域亦同樣佔據重要地位。該公司嘅 DPT 業務提供咗先進嘅軍用引擎同埋技術，支持空軍嘅作戰能力。其中，該公司嘅 F110 引擎係美國空軍 F15 戰機嘅主要動力源，而 F414 引擎亦都係美國海軍 FA18 戰鬥機嘅核心動力。2024年第二季 GE Aerospace 展現出強勁嘅財務表現，經營利潤增長咗37%，營業利潤率攀升560個基點，自由現金流增長近20%，達到11億美金。其中商業引擎與服務部門 CES 營收按年增長7%，當中嘅服務業務增長14%，DPT 則按年增長1%，分部經營利潤更加飆升咗71%。雖然設備銷售面臨挑戰，但強勁嘅服務收入就彌補呢個缺口，亦都展現咗業務模式嘅韌性同埋靈活性。總結嚟講，以巴開戰1年，和平嘅曙光依然遙不可及，戰爭嘅陰霾依然係籠罩住整個中東，各國持續增加軍事預算，無疑為一眾軍工企業帶來巨大嘅商機。對投資者而言， GE Aerospace 住佢深厚嘅技術實力同埋廣泛嘅客戶基礎，都算得上係一家穩健嘅軍工概念嘅投資選擇。咁今個禮拜我哋講嘅嘢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呢一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頻道，亦都非常多謝徐立言先生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請訂閱我嘅頻道，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再見。